各位，這個7800億的軍購案通過了呢，堪稱鄭麗文政治生涯的滑鐵盧啊，可以說是罵聲一片啊。包括這黨外的、黨內的，哎呀，這個鄭麗文現在是真的不好過呀。吴子嘉針對7800億軍購案3讀通過，8日在節目中除了批賴清德不負責任，也痛批鄭麗文不要臉。吳子嘉稱，第二個不負責任的是誰呀？就是那個不要臉的鄭麗文。鄭麗文更不要臉，為什麼呢？他跟古立言要求我要去美國，我的規格要比盧秀燕更高，是為了他個人嘛？最后他不要臉的說我要去見川普，胡說八道。他到今天都不敢回應我對他的質疑呀。7800億過關，你為什麼要罵韓國瑜啊？為了你個人去美國比較好的行程嘛，然後美國不理你，你拿軍购案當條件，不要臉。韓國瑜沒那麼脆弱啊，結果呢去跟韓國瑜道歉，你實力不夠嘛？啊，你就知道你鄭麗文不是咖嘛，丟臉丟到外婆家去了。你什麼咖嘛？你在黨內沒有實力，你在立院也沒有實力。哎呀，這是第二個，我記得是第二個罵鄭麗文不要臉的名嘴了吧？前2天的時候，是不是陳輝文也罵鄭麗文不要臉來着？哎，陳輝文和那個高嘉瑜相愛相殺。那亮哥比較敦厚哈啊，我是很刻薄哈。像鄭麗文跟傅崐萁這兩個叉，今天通過的版本其實不是8000，那是7800，就沒有那個差那200億哈。那請問，剛亮哥也講的，我們現在拿到幾張發價書？我們拿到1張發價書，扣掉90億的美金的年度預算，其實只有3000億而已啊。對。那既然只有3000億，剛剛也跟幫前子補充，為什麼通過的是7800億呢？有4800億是沒有發價書的，鄭麗文跟傅崐萁，你們為什麼要退讓呢？那你們退讓，民進黨會感謝你啊。賴清德555天之後，他才提出軍購條例，555啊，他才提，他很急嗎？他沒有很急啊。如果你很急，你怎麼會555天之後才提出軍購條例呢？賴清德你分給規定，你看不？你還學他起舞？那請鄭麗文堅持一個3800億加 N 啊，你堅持不了，你可以通過7800億，你不是自己打臉你自己？你不是說沒有發價書不能編預算了？你怎麼編呢？我們現場有財政委員會的這個前召委高嘉瑜，以前也待過財政委員會，你沒有發價書，你預算怎麼編？我等着看啊，不能編嘛，謝謝亮哥。這只是條例而已，條例嘛，框一筆錢啦。對，國民黨自己打自己的臉啊，在整個軍購的過程中，自己在那邊鬧笑話，一會要開除韓國瑜，一會這個柯志恩說啊不要把我們賣了，盧秀燕還去美國回來說軍購要先搶先贏啊，對不對？人家美國至少要有8000億才行啊。國民黨自己內部支持8000億的版本的，就包括林濤、徐巧芯、趙少康、盧秀燕，對不對啊？朱立倫、柯志恩，朱立倫是沒有跳出來啦哈。朱立倫還沒有跳出來，但是林濤啦。鼓勵人去拜訪他的一群人嘛，白水哦，朱立倫更多9000億，對不對？你看這個輝文哥都知道啊。那國民黨裡面支持3800億的是誰啊？鄭麗文啊，傅崐萁，還有誰？紀凌蓮啊，黃復興，對不對？黃復興不是人啊，你就講不出來了，我的意思是說，大部分有頭有臉要選舉的國民黨的政治明星，為什麼都一窩蜂？包括江啟臣，一定也是8000億的啊。其他都沒頭沒臉。其他還有陳玉珍3800億。亮哥，你大義滅親。所以就分兩邊，那大家就很清楚了嘛。我跟你講，票數很接近，很清楚說要站哪一邊嘛。所以軍購演到這裡，說實話，國民黨自己很難看。那最後你通過一個7800億這個版本，那不如不要啊。陳輝文都開始罵了，說鄭麗文你個叉叉。哎呀，鄭麗文這次確實是名聲很受損吶，朋友們。即便是通過了7800億的這個預算，人家民進黨也不滿意呀。民進黨現在是得了便宜賣乖呀。預算的這個規模啦，我們非常的詫異，國民黨跟民眾黨最終喬出來的軍購版本，目前聽到的是7800億，比原本的8000億更少更低了。這個7800億的數字就是打臉昨天才剛跟
鄭麗文吃牛肉麵的盧秀燕嗎？也是給中國看。胡昆萁今天吃生日快樂的蛋糕，他真的可以開心，真的可以問心無愧嗎？藍白兩黨共提版本喊出7800億，卻遠比黨內親中派立委支持8000億的規模縮水了200億。行政院長卓榮泰在向在野喊話，國民黨團被黨中央牽着走。要請教國民黨黨中央2個問題：是要讓黨團自主，還是要走回以黨領政的老路？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啊，嘴巴其實話講得漂亮啊，那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啊，整個防衛台灣的一個決心吶。那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大諸侯啊，盧秀燕，他也在昨天也苦口婆心的再次講，可以通過一個8到9千億的特別預算，其實都是在這個兩面的一個手法。藍白兩黨共推7800億軍購預算，將在今天進行表決，但預算縮水又閹割自治，就怕讓台灣防衛能力大打折扣。我們是由連居中的民意台北報道。这個民進黨叫的挺歡啊，那可是一投票的時候，為什麼民進黨沒有一個人敢跳出來投反對票呢？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午安。那今天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議題。我們這次的特別條例由行政院，那他提出來1.25兆的這樣子的預算，它其實是全面性的，它包含着軍購，也包含着商購，也包含着委制。那其實在這幾個月來，跟許多在野黨的我們的國會議員的朋友們，其實有很多討論。那我在這邊沒有辦法一一的點名，因為我們知道，當我們肯定某些委員的時候，其實會讓他們造成更大的壓力，會有更多強硬派的人用更不堪的語言來去攻擊他們。從3000多億走到7000多億，走到商購加委制可能會納入，又回到3000多億。那最後我們今天看到，由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這一個版本是7800億。那其實這段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委員都已經很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有匡列這1.25兆？這是條例，這不是預算。特別條例裡面，它有着我們需要的行收、感知、目標獲得、指揮管制、AI 輔助、無人系統、反制能力、彈藥補給、後勤維保，還有最重要的線。我們剛才上述講的每一項到裡面的，如果我們只限縮於對美軍購的話，那如果有一天台灣被圍，台灣被封鎖，我們要怎麼樣維持我們的彈藥？我們要怎麼樣維持持續作戰的量？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各位同仁，這是條例哦，這不是預算哦。您對這一個預算裡面的項目，你有意見的，你可以刪它，在預算的時候；你可以減它，在預算的時候；你可以動它，在預算的時候。如果就像某些在野黨的委員提到，你懷疑會有貪污，你懷疑會有腐敗，提出證據，讓檢調辦它。那這些都是這麼清楚的事情，讓我們忍不住懷疑，有些指控可能是自白，這些指控可能是代表說他們過去的行為模式就是會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他們不知道說台灣現在的也已經不同以往。如果現今我們沒有辦法自己產能，那到我們遇到戰時的時候就絕對來不及了。烏克蘭的戰場上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90%以上的擊殺率全部都是無人載具來去實施。90%以上現在在戰場上面的成功的這一個戰士，也都是無人載具，他能夠去成功的。比如說，我們這一次1.25兆裡面的軍購的部分，就算你編列7800多億，也有可能不夠。所講得非常清楚了，如同美國先匯的金額到正式的發價書裡面的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報價，已經從1200多億漲到1600多億。請問，如果最後的價格超過匡列的7800多億，那我們的其實這些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所有的同仁們講得很清楚，但是我看起來不是不懂哦，他其實是在徹底的，我認為有部分的一些這個國民黨的領導者是想要把台灣
去武裝化。你們要去對話，歡迎，但你們對話不可以在恐懼下對話。怎麼樣不在恐懼下對話？你必須要有實力，有實力，你的對話才有重量。你的實力的建構就必須透過軍購、委制、商購，缺一不可。特別是無人載具的產業鏈，不管是從台中以南到我們雲嘉地區，它已經目前正在形成聚落，它需要時間，它需要更多的資源進入，才能夠維持產線的制造。今天如果我們沒有把長期的特別預算透過7、8年間長期的再去補助，長期的再去援助的話，那我們到时候我們並沒有辦法來去生產出像烏克蘭一樣的無人載具系統。我不斷的提起烏克蘭，大家請要記住哦，烏克蘭在跟俄羅斯的作戰之前，他們的國防預算只有2%多，直到跟烏方跟俄羅斯真正戰鬥的時候，一次提升到30多%。我們現在如果投資在未來，就能夠避免所有的預算投入，所以我還是誠懇的來跟所有的在野党委員，还有5兆是我們的底線。好，謝謝我們。好，謝謝主席。我們這一次審查這個條例，所以要用特別條例，一定要趕快買，理由就是因為急迫性。講到急迫性，特別預算應該要放真正急需的東西，就是今年如果不買不行，明年就來不及了，會直接影響作戰的項目。可是我們看到特別條例編了8年的期程，要到2023年，跟宣稱的2027年這個生死線根本拿不到武器裝備。那我們現在再回頭看看，去年10月我們剛通過的韌性特別預算，其實編了1100多億，結果那裡面都編了一些什麼？比如像賓旗會議室2間就要6000萬，長官的座椅1張要5萬塊，瓶裝水1瓶要120塊，而且還買了投影機、LED 熒幕、視聽設備，還拿來鋪道路，還有車輛的鋼棚，還有房舍防水、電力更新，甚至還有游泳池的整修，都是這一類的。這在去年半年之前才剛通過的特別預算。如果這些看到都不是很急迫性的東西，現在說這個1.25兆裡面所有放的項目都非常的重要。我們除了軍購以外，我們看不到這些你們說非常重要的都沒有一個放到我們之前的特別預算裡面，所以這不是真正為了建軍突破舉債的上限。我們這一次通過的版本，希望可以建立特別預算它用途限制的原則，也避免特別條例從特殊用途把它變成大型統包，像國防啊、韌性啊、AI 啊、民防啊、雲端啊、基礎建設，還有剛剛說了很多還不成熟的武器裝備，全部一起把它包進去。振興戰備的名義，來把原本應該逐年審查的常態性支出，全部都轉到長年期的特別條例。所以這一次我們再回頭看一看，我們現在最重要的防衛台灣的武器裝備是什麼？天上飛的、地上跑的，還有水下游的。我們的戰機66架到現在連1架都還沒有來，特別條例已經是最後1年了。我們的 M1A2。今年已經超過8年的時間，最後一批也到台灣了。可是到了以後，最後一批來了，才發現我們的訓場還沒有建設完成，而且這個地表最強的戰車，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戰場的指揮管理系統，這是現在才發現的嗎？還有我們的潛艦，如果從前年在編預。好，謝謝馬文君委的發言。接下來請洪玉祥委發言，陳冠廷委請準備。好，我想這個權對我們來講，當然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從我們民眾黨在野的一個立委的角度來看，你怎麼樣子來落實這個嚴格的一個監督？那從這個民進黨講，1.25兆的軍購，1塊錢都不能少。然後呢，
當時我們在看這些案子的時候，說實在我都不曉得1.25兆到底是在買什麼東西。那直到我們這個黨主席黃國昌跟這個我們的副總趙安祥跑去美國問了，那這個時候呢，我們才會知道說，哦，原來這1.25兆來講，真正對美軍購的大概就差不多只有4000億。那從過去我們來看，3月就 M1097A 的這樣子的一個報價1375億，4月又變成是810億，這中間就少了500多億。然後接下來在4月24號的採購的發票書裡頭，它又變成是738億，再少了50億。所以這些東西來講的話，我們到底要買到什麼，用多少錢？那我們是覺得有必要是把它列清楚。所以我們絕對支持對台灣有用的這樣子的軍購。所以我們呢，在收到美國的發價書之後，我們在第5條裡頭才去明列我們應該要採購的項目，根據這樣子的對美的一個軍購書。同時我們也希望要求這樣子的一個整個的編制來講，採取1年1期的一個方式來編列。那麼呢，同時呢，我們也希望行政院能夠在這一個條例特別來通過之後，來我們立法院做專案的報告，讓我們了解這整個購買武器對台灣的戰略的一個需求，到底滿足了我們什麼樣子的一個共同的防禦性的目標，同時對後續的維護、人員的訓練、整個資通訊系統的串接也應該要有一定的說明。另外，對於我們這些財政其他的不管是社福等等的這些的支出的排擠，也應該要有一個妥善的一個評估。所以呢，基本上到底1.25兆買什麼？為什麼1毛都不能少？我們民眾黨就用非常務實的角度去把第一批應該採買的金額計算出來，甚至未來我們也預留，如果美國通過 LOA 發價書給我們的時候的這樣子的採購項目，我們也把它給算出來，預留這樣子的一個額度的空間，希望在合理的預算、好的一個這樣子的監督的體系底下，能夠保障台灣。謝謝洪玉祥委員的發言。接下來我們請徐巧芯委員發言，沈伯洋委員請準備。各位同仁，在這裡呢，我們要很嚴正的表達，國民黨支持軍人，國民黨也支持合理的建軍以及軍購，但是我們絕對不接受把一個軍售、商購、偽制全部混為一談，規避監督的特別條例，否則就變成是民進黨自己明知不可為，硬要為之黨了條例，卻把在野黨的理性監督抹成不愛台灣。說穿了，只是把抗中保台的神主牌再一次拿來當成政治攻擊的工具。為什麼我們支持軍售 FMS？ 因為這有助於台灣能夠取得先進的戰略武器。但是商購的部分，我要請教一下，先前的這些黑幕解決了嗎？承認了嗎？道歉了嗎？以後會不會還有呢？茶葉行可以承包資安的系統，室內裝修公司馬桶商可以得標 RDX 的炸藥，類似這樣的商購是大家擔心編列在特別條例裡面以後無法監督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一些根本沒有軍事相關背景的公司都能夠跨界標下高風險的彈藥以及系統工程，那我們當然會認為在特別條例裡面編列是有疑慮的。民進黨口中的1.25兆1塊都不能少，根本就是情緒勒索，對全民進行 PUA。我們會不清楚嗎？回頭看看過去 F-16V 的採購，4000億元的一開始的規模，民進黨當初全面執政都認為太高，最後只編列了2472億元的特別預算，剩餘的回歸一般預算。為什麼以前可以做到，現在不行呢？為什麼當時可以拆分，現在硬要捆綁呢？是不是就是要利用特別預算去規避相關的監督？所以我們認同無人載具、商購、偽制案可以編入一般的預算，
你要做產線、炸藥、子彈，請問特別條例是有8年，開產線只開8年的，有聽過嗎？我們8年以後還要在這裡再弄一次特別條例，把它再延長嗎？一點道理都沒有的事情。現在目前9498億的預算裡面，就有1871億是因為特別預算的膨脹所導致的，所以過於依賴特別預算的做法，在野黨我們有責任跟義務要保持平衡，而不是無限擴張。所以要拜託各位一起支持合理監督的軍購版本。謝謝大家。好，謝謝徐巧芯委員的發言，謝謝。所謂的立法機構3讀表決軍購特別條例時，民進黨竟然全部棄權了，於是表決的結果是59比48比0，59是同意票，即藍白立委的表決人數，準確的說是在野立委的人数，因為還有個無黨籍，在野立委总共62席，除去正副院長没有投票，昨天有1人缺席，48是棄权票，也就是民進黨团的出席人数。但是绿委总共有51席，也就是3讀時有3個人直接跑掉了，因為2讀時的比分還是59比51，0票是反對票，因為民進黨团全部棄權，所以0票反對。為什麼棄權呢？很簡單，如果投了反對，就是反對軍購，就是反對美國，只能是不投票。當然了，民進黨現在人家也只是做個樣子，內心是高興的，畢竟目的達到了嘛。民進黨本來設定的就是8000億嘛， 1.25 兆包括軍售8000億，商售以及偽制4000多億。鄭麗文完全按照了民進黨的軍購的節奏，但是人家還是不滿意呀。賴清德得了便宜賣乖呀，叫囂，這只是第一步。7800億的軍購案，包含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等重要軍購，歷經半年的協商以後，總算取得進展了。期待朝野能在這一步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共同合作。賴清德應該心裡邊是很滿意的，因為跟他推出的 1.25 兆是一樣的所以大陸的很多的網友說，某方面來說藍白是配合民進黨在演出本質上就是共同完成了購買軍購的任務，確實也可以稱為共同合作呀。勝利者當然是賴清德了，主要任務完成了，那都是賴清德賺的呀，好吧？那大陸方面還有任何的幻想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